你好，我是阿力。今天看这个市场开始有一些理性了啊，不再疯狂的下探这个底线了。但是很多自媒体啊，或者是说正规媒体就开始秀下限了啊。那么这两天大家应该看到不少黑狗狗币，或者是说黑 Max 的文章或者是视频出来了，甚至还有人说马斯克压根呢就是精神分裂，非常有意思啊，非常的似曾相识。我们今天呢就从马斯克的这个特斯拉被华尔街集体做空那次事件跟大家聊一聊上一次马斯克被集体围攻的故事，那么看看最后的结局会怎么样。然后我们今天的后半部分啊，我们依然来说一说狗狗币的未来，狗狗币的价值它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那么狗狗币何时才能够站上$1。好，我是阿力。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我的频道呢是专注于赚钱和移民，希望你能够点击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我下次更新视频的时候你就不会错过了。那么前两天就有朋友在微信上给我发央视批判狗狗币的视频，还有侠客岛的文章啊，那我当时并没有当回事儿，因为这是大陆的正规媒体啊，并不是专业的财经媒体。那么他们对于狗狗币的这个了解啊，甚至不如我们频道的观众，他们的认知水平啊，就是我是说这个对于狗狗币的这个认知水平啊，几乎都是从百度去查出来的。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报道啊，不仅没有任何的这种杀伤力，反而是一种免费的宣传。如果说你理解他们的逻辑，你一定会明白关于赚钱的路子，跟着他们反着做就对了啊。那么在这里我们不展开说了，懂得自然会懂。那么今天我看到很多正经的这个财经媒体啊，也加入了黑马斯克、黑狗狗币的行列了。其实黑的点一点都不对，无非就是我们昨天视频讲过的，马斯克攻击比特币了，因为很多人都是比特币的支持者，或者是说持有者，就开始大骂马斯克。那么这都可以理解啊，毕竟比特币的持有者啊，或者是说你的支持者，因为马斯克的攻击损失了真金白银，自己的钱损失了，肯定是不爽的。那么我们可以理解啊，但是啊，这个文章或者是视频里面他们说了一些马斯克坑害狗狗币的持有者，这就不对了啊。他们说啊，这个狗狗币自从马斯克说完之后啊，这个从0.75啊掉到了$0.45。他们只看到这一点，但是狗狗币从0.0045涨到0.45，涨幅100倍的时候，你们怎么就没有提的？你们是没看到了还是怎么着？你要是只截取这个对于你的观点有利的那一部分来说事儿的话，那么再好的股票都能被你说成垃圾啊！你就说最近这个特斯拉从880掉到了550了，特斯拉真垃圾。但是呢，去年特斯拉从300多涨到2000多的时候，那段历史被你吃掉了，对吧？你就不说了，不提了。所以说这个文章啊，根本就不值得大家去浪费时间去看啊。他们都是抱着这个自己的一己的这种私愤去宣泄自己的情绪。那么还有的博主说啊，马斯克精神分裂。我特别想说的是，就算马斯克精神分裂，他也是一个精神分裂的世界首富。那么黑他的自媒体，黑他的博主，你们几个人的资产过100万了，对吧？我不是说鼓励大家去拜金啊，说这个世界首富就一定很牛逼。那么我们从马斯克他的这种经历来看，确实很多人都是这么骂过他，所以说骂他的人很多，你排老几呢？那么我们说一下这个特斯拉的这个经历啊，他因为这个特斯拉这个股票被很多人骂，被很多人围攻啊。那么我们说一下特斯拉从2010年6月上市以来，一直就是华尔街做空的这个重点对象。原因非常简单， old money 对新能源汽车不看好，或者是说对于新能源汽车抢占传统汽车的这种市场啊，或者是说这个抢占了传统能源的市场，都是心怀仇恨的。因为这个是他们的这个发财致富的路子啊，传统能源、传统的汽车市场。然后呢，他们就盯上了特斯拉那份特别难看的财报了。大家都知道，特斯拉从2003年创立到2010年上市的前夕已经累计巨亏$2.3亿。那么2010年的第一季度啊，Roadster 火爆的销售$1.1亿，但是第一季度的这个财报还是亏损了$5570万。2012年虽然这个 Model S 量产了，但是产能一直有限，马斯克又在布局他的超大的电池厂，一直都是巨亏。所以2014年标准普尔给了特斯拉股票垃圾级的评级，而马斯克和股票分析师在电话会议上
怒怼提出盈利质疑的分析师啊，骂这个分析师了，而且怒怼巴菲特，所以巴菲特对于马斯克非常的厌恶，非常讨厌。那么后来这个特斯拉的股票因为券商集体下调评级而大跌8%，然后第二季度马斯克就道歉了，就说这个他在这个人在屋檐下嘛，毕竟你的股票是在人家这个上面上市的，对吧？他还是说要磨一下自己的这种棱角啊，还是成长了一些。那么各大机构啊都喜欢疯狂的做空特斯拉。2016年4月，特斯拉的股票显示已经出借了25%啊！想想这个1/4的股票已经被借走了，空军集结的是密密麻麻，上面全都是空军，常年对特斯拉的质疑打压做空。马斯克已经彻底烦透了这帮华尔街的这种家伙，还有这帮家伙每个季度都会来问这个特斯拉的财报。就是什么都不懂啊，就是他们超级短视啊，对于这个长期的这种特斯拉的这种利好，他们根本就不放在眼里啊。所以说，马斯克在这个2018年他就发大招了。2018年6月19日，马斯克发推文称自己想用$420每股的价格啊，全部回购特斯拉的股票，让其私有化，因为他想让特斯拉摆脱这些让公司不好的阻力，更有效率的往前发展。那么推特一经发出，特斯拉的股票应声上涨11%，空军瞬间亏了8个亿美元啊！这是一场非常胜利的这种战役。但是呢，美国证监会 SEC 的介入调查和股东的压力，让马斯克只能放弃这个想法，并且发出公开信，说这个表示取消私有化。而这个动作之后呢，股价又开始应声下跌，很多追涨的股民散户们就开始大骂马斯克坑爹了，更是说有两起大额的这种操纵股价的诉讼让伊隆马斯克焦头烂额。为此马斯克在9月6号和网红的直播中就开始飞起了叶子，喝酒玩武士刀非常的像一个精神失常的人。所以说很多人说，马斯克到底是真的疯还是说装疯卖傻来逃避这种诉讼呢？有些人说他真的是很烦很郁闷。这个特斯拉15年都没有盈利高管每年都打包辞职现在想买回自己创办的公司也是阻力重重，非常的沮丧，这也是很正常的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随着产能的提高，特斯拉的销售量逐渐的增大。2018年11月，特斯拉发布第3季度财报，显示特斯拉每股盈利2.9美元，而第4季度的预期呢也是0.75美元每股。创办了15年，亏损了15年，上市了5年之后，特斯拉终于盈利了。再然后呢，就是2020年特斯拉的起飞，从300多美元起飞到了2000多美元，接近7倍的涨幅。华尔街的空头们天天都关起门来狠抽自己耳刮。所以我们看马斯克这一次的被质疑被咒骂，那么就是上一次历史的重现那么狗狗币虽然不是马斯克发行的，不是他公司的产品，但是马斯克自称狗狗教父有人翻译成狗爹我觉得狗爹更加的亲切。那么从这一点上来看，马斯克的野心是非常大的，他是把狗狗币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来看待。那么也就是说，为什么他在狗狗币上下注这么大？因为他有更大的这个梦想，这个梦想呢，就是要把全人类带上火星。那么狗狗币可以帮助他实现这个梦想。所以我们今天现在这个时刻，我们看狗狗币的这种价格呢，是起起伏伏跌跌荡荡。那么过几年之后，你再回过头来看狗狗币今年的走势，那就是一条直线了，对吧？就像我们现在看前几年的这个走势一样都是直线了，只有在拉升的时候是直线往上走。那么说了这么多，狗狗币的价格到底什么时候能到1美元呢？那么我只能告诉你，很快就会到。那么市场调整或者是说修正之后就会继续选择上攻。长期10美元的这个预期呢一直都在。那么马斯克本人甚至都说了，自己现在看个狗狗币的价格都想梭哈了，all in了，这就是很明显的打明牌了。那么很多美国的英文的博主看完马斯克这么说更加的激进了，他们很多人都说这个狗狗币可能会到200美元了。对于这个预期呢，我不敢在我的节目里面说我也不敢苟同。那么或许明年看形势之后，我也会相应的提高的这个预期。那么根据马斯克的性格他经常喊单狗狗币的目的呢只有一个，就是要让所有人都上车。那么这样狗狗币属于全人类的货币的这个梦想呢，
才会坐实。而怎么样才能够让大家都上车呢？就是让这个市值呢超过比特币，让大家一提到加密货币，第一个想到的是狗狗币，第二个才是比特币。而大家一比较这个价格，发现狗狗币比较便宜，比特币价格太高了，那么恐高的人自然就会选择上车狗狗币。那么高市值和高共识是狗狗币最大的价值所在。我今天写给会员们的帖子是这样说的啊。那么马斯克这2天的推文影响了整个加密货币的市场，我个人推测这个结果也不是他当初最想要的，而且市场因为一个人的推测有这么大的起伏是不理性的（括弧狗狗币除外，因为它是狗跌）。我们耐心等待市场回归理性，现货为王，不做合约，亏的呢顶多只是时间。如果你经常看我的视频呢，一定知道我的打法，我的操作思路。那么我现在呢，只要是有闲钱就会买进一些，那么每次大跌稳住了之后，我都会再补仓一部分，除非呢我手头是没有闲钱了。所以最近朋友们问我什么时候买的不多了，如果你再问的话，我会告诉你$1以下都是买点。好，那么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每天进步一点点，认知提高一点点，我们就可以甩开同龄人一大截。我相信啊，看我视频的朋友们比天天看娱乐八卦的人强100倍都不止啊。那么希望你能够和我共同进步，一起发财。Peace。